枪。池少侠，你的跟班们呢？我让他们先去豪府了，我想一个人先去探探。池少侠匆匆赶来，是有要事吗？唐狐狸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唐公子方才问了我3个问题啊，池少侠不是也在场听到了吗？没听懂。啊，唐公子问我的第1个问题，为什么要见他？是因为剑会要我调查豪府灭门血案，我领命而来。至于第2个问题，看上去是同一个问题，但其实意思各不相同。就是唐公子若真是凶手，我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那为什么他不杀了我和阿谁姑娘？且为什么不逃？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第3个问题呢？啊，第3个问题呢，唐公子想问的，其实是你为什么会怀疑我？这便是要我去写阿谁姑娘指认他的理由。记住，而这个理由，当然是因为阿谁姑娘见到了凶手，能指认唐公子与凶手形貌相同。懂了。唉，让他直说不就完了？还有个问题，是唐狐狸后来让我问你的，有什么事情是喜宴上所有人都做了，但新娘子没做的？这案件迷雾重重，已知者中唯一可疑的，便是那杨尚清了。你是怎么猜到杨尚清头上去的？因为阿谁姑娘明明是受害者，但杨尚清却对她用重刑，显然是急于结案。那么他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极大。我早就觉得那个姓杨的是凶手。但是仵作又说，这受害者死于阴杀宫，浑身没有任何外伤，只有双耳出血。你说，这阿谁姑娘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外貌上形似唐公子的黑衣琵琶客。可这什么琵琶客，一根毛都找不到啊！那我们现在不妨考虑一下唐公子的另外一个问题：什么事情是所有人都会做，但是新娘子却不会做？的无骨鸡，上好的桂花酒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本店新到了一批肉质特别鲜嫩的无骨鸡，再配上那个桂花酒，味道那就一个绝呀！怎么样，尝尝去？那我们是喝酒。喜宴上所有人都会做，但是新娘子不会做的是喝喜酒。走，验尸。结账。欲伤美酒陪欢宴，谁料这美酒变毒酒。没有中毒迹象，难道我们猜错了？也是，如果真的中毒了，仵作不可能查不出来。唐狐狸都这样问了，应该是没错。你这么相信唐丽子？谁相信他了？只是他整天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，8成就是想过才说的。所以方向一定没错，这死状确实像阴杀宫啊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。难道说，赤云有没有一种毒能够让人双耳流血，像是阴杀宫所杀，却难以辨别？哪有那种毒啊？有，百步杀。百步杀？哎呀，你不混黑道，不知道这些下三滥的东西。此毒无色无味，毫无药性。若溶于水中，便是神医也难查验。可在1个时辰内接连与桂花酒服用，便会产生剧毒，症状便是两耳出血。怎么证明？水井。煮菜、炒菜都需要用到水，宴会开始前，宾客也要喝茶水，所以水井里面肯定有线索。我去酒窖找找桂花酒，你带着人去找宴席剩下的酒菜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那里面都不会验出毒，一会儿水井集合。果然如你所言，酒和菜都单独验不出毒来。现在将酒水混在一起试一下，就知道我猜的对不对。
果然有毒。燕县人人皆知，郝文侯最爱桂花酒，适逢新婚，肯定会拿桂花酒来招待宾客。主人敬酒，除新娘之外，所有人都得喝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仵作验毒只会验咽喉银针是否变色，但百步纱与桂花酒却是分开通过死者咽喉。他们应该想到了。这就是仵作没有验出中毒的原因。这就证明他们不是死于阴杀。够了。唐狐狸，没想到老子这么快就找出答案了吧？就老子见多识广，才能这么快还你清白。就这还……不对，老子好像被算计了。怎么了？唐狐狸怕你不懂毒物，找不到真相，所以就说了一堆让我听不懂的话，让我好奇，然后让我帮你解谜，帮找到这个真相。天杀了，这个唐狐狸又骗我！赤云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哪不对劲？杨城主的动机是什么？这还有什么好猜的？左右不过利益二字。如果真的是这么直白粗浅的理由，那便证明杨城主不是什么大智之人。可为什么他能用阴杀功来为自己掩盖罪行？什么意思啊？郝文侯与宾客死状凄惨，阿谁姑娘又没看清形似唐公子的黑衣琵琶客。可我们已经证明郝文侯与宾客都死于毒发，那黑衣琵琶客从何而来？4年前，周地楼一夕之间覆灭，阴杀宫早已绝迹江湖。如果杨城主真的能找到一位阴杀传人，来为自己掩盖下毒的罪行，那他一开始就不会选择用下毒这种卑劣的手段，而且还做得如此隐晦，像是在隐瞒什么。你是说，有人要害唐狐狸？你要干嘛？把杨尚卿给我，打3天，他连隔壁城丢的狗都承认是他偷的。等着。哎，池云，不行，这是屈打成招。快点，慢点！这是我祖传的花瓶啊！我的妈呀！房主，你干什么？你们哟，把银子都摆地上了，是瞒不住了，准备跑了？所有人听着，能杀了这个家伙的，我赏他1半的黄金！给我杀！杀！杀了他！大侠功夫实在了得，这银两都是你的。来人，帮大侠拿过去，拿过去。说吧，为什么要害唐狐狸？池云，你在做什么？周姑娘，你快救救我！他要杀我！给我一炷香，他什么都招了。池云，中原剑会绝不能屈打成招，真相要靠明查。这证据都摆地上了，你瞧不见吗？他就是派人偷偷跟着我们，发现事情败露，想要卷款潜逃。什么叫卷款潜逃？我这是杨城主家的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搬运这么多金银财宝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赚的呀！我也是一方城主啊，我只有这么一丁点积蓄，不应该吗？我还有……再装！好，我说，是我杀的。郝家的100多条人命
都是我干的，都是我害死的，都是我害死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陷害唐丽慈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？不是的，是的，我没有想要陷害唐丽子，不是我，是那个人，是他逼我这么干的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黑衣琵琶客。什么黑衣琵琶客？何时？在哪儿？他不是人，他是鬼。那晚我离开郝府，又后悔又害怕。下毒灭门，背信弃义，你做得很好，值得惨死的奖励。别杀我！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你别杀我！你向郝家100多口人下毒，他们本该死得无比凄惨，而本尊则以阴杀让他们在美丽的幻梦中死去。你若还想安享城主之位，就带中原剑会的人去郊外古寺找我。看清楚了，这是你唯一活命的机会。就是他，就是唐丽子，就是唐丽子。公子说，凶手是你的仇敌。可若真的如公子所言，他如此嫁祸陷害于你，公子为何不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还是说，他并非仇敌，而是仇敌，也是曾经的朋友。阿神冒昧，敢问公子是怎样的朋友？怎样的朋友？急什么？那么久未见，你没有忘了我们那些过往才好。